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来跟各位聊聊一个我认为是所有内容创作者，甚至是专业工作者都必须要掌握的核心技能，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一堆看起来可能有点平淡无奇的原始资料，一步一步的把它转化成一份有深度观点，又能牢牢抓住听众耳朵的专业脚本。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过，对吧？我们今天就来玩真的，直接拿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动手。这份原料是一份关于日本长池公园的学术简报。老实说这份简报内容非常扎实，但读起来嘛，就是很学术、很硬。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从一份可能只有现场观众会看的书面材料，变成一份让荧幕前的你，就算只是用听的，也能完全吸收，甚至听完还会觉得，哇，原来这件事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深度内容。那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我把我平常在做内容转化的方法整理成了6个步骤。这6个步骤其实就是一张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完整路线图。只要跟着这个流程走，你也能够掌握这套内容转化的心法。好的，那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吧，直接来面对我们的原始素材，也就是这份关于日本东京长池公园的详细简报。各位听到了吧？这段资讯本身很有价值，对不对？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公园的历史背景，但是它的呈现方式就是非常事实陈述，非常学术的。这种风格如果我们直接照着念，老实说很难让一般的听众产生共鸣或兴趣，听起来就像在念大学的教科书，大概不用3分钟，大家的注意力就飘走了。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挑战。好，重点来了，当我们面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马上去处理内容哦，而是要先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切入。这一步真的会决定整个内容的基调跟感觉。像我自己的做法，我会先帮自己设定一个人设，或者说一个说话的角色，我把它称为资深分析师原型，也就是各位现在听到的阿修这个人设。这个人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听起来既专业又有洞见，但同时又要像个经验丰富的学长在跟你分享心得一样，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这种带有温度的专业风格，真的非常适合用来讲解知识型的内容。那具体来说啊，这个人设有几个关键特质。首先第一点，语气要自信、果断，多用肯定句，这样才能快速建立听众的信赖感。接着第二点，思考模式必须是分析导向的，要能够拆解问题，让听众感觉你的论述是有理有趣的。第三，表达要结构化，条理分明，听众才能轻松跟上你的思路。第四点，要带有一点学长或导师的亲切感，这能有效拉近你跟听众的距离。最后一点，这点超级重要，我们使用的句子虽然口语，但结构一定要完整，这能确保你的论述清晰，同时也方便未来做跨语言的精准翻译。好，当我们的人设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就可以真正的进入撰写脚本的核心原则了。请各位务必记住，这份脚本是为了听觉而设计的，它的第一受众是听众的耳朵，不是眼睛。这里我归纳出了3个我认为是绝对不能妥协的核心法则。第一，去视觉化，你必须要假设听众是闭着眼睛在听你的内容。第二，数据故事化，绝对不能只是报数字，而是要解释数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和故事。第三，语言平衡化，我们要用自然的台湾口语，但句子结构又要完整清晰。这点我们刚刚在人设那边也提过。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有意思了，它具体的展示了什么叫做去视觉化。左边是错误的示范，它要求观众去看一个画面，这对纯粹用听的听众来说是完全无效的。但右边的正确写法，它是用话语来引导听众在脑中创造出一个画面，这就是为耳朵写作的精髓，用语言来取代视觉引导，创造出更深刻、更沉浸的体验。
我们继续聊下去。很多创作者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的原始资料不够多耶，感觉撑不起15分钟的脚本，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法绝对不是去加一些无关的废话来填充时间，那样只会让内容变得很空洞。一个真正的专家会选择去增加内容的层次与深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要怎么做到这件事。第一个增加深度的方法叫做深度逻辑分析。简单来说，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不断地对你手上的原始资料提问为什么，去挖掘它背后的原因。这个例子就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点。原始资料只提到长池公园有90多位志工，但透过深度逻辑分析，我们就能产出全新的观点。长池公园的志工模式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第一，它善用了当地退休人士的专业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产。第二，它提供了很多元的参与管道，不管你是想深度投入还是偶尔来帮忙，都可以。第三，它建立了一个社群，让参与者有强烈的归属感。你看，这就是从一句话的资讯延伸出来的深度洞察。好，第二个技巧是扩大我们的视野，把我们手上的这个个案拿去跟其他相似的案例做比较，这样就能够找出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原始资料提到长池公园位在多摩新市镇，那我们就可以做个比较，这个新市镇跟世界上其他的新市镇有什么不同？相似的地方都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而诞生的，但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多摩新市镇在开发的时候是刻意保留了长池公园这块被称为里山的原始地景，而不是把地全部铲平之后再盖一个全新的公园。这个对比就让我们提炼出一个更深刻的观点，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整合而不是取代的都市规划哲学。这就是原始资料里面没有直接讲，但我们透过比较分析得出来的洞见。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第三个增加深度的技巧，就是要让内容对听众产生直接的价值，去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从案例中提炼出可以被应用的观点。从长池公园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如果你是都市规划者，你应该学习他们从专案一开始就重视社群参与。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你应该善用这种场域当作户外教室。如果你是社区组织者，你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跟退休人士、学校，甚至是身障就业机构合作。这样一来，内容就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对听众有实际帮助的工具箱。当我们的内容骨架都建立好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加上一些细节的润饰，让整份脚本的专业感跟流畅度能够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要创造专业的流畅感，有3个要素。第一，要善用转场词，像是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简单来说，这些词就像路标，可以引导听众的思绪。第二，建立品牌化的结构，也就是要有固定的开头和结尾，让观众对你产生记忆点。第三，注意说话的节奏感，长短句交错使用，才能避免听起来像在念稿，也才能维持住听众的注意力。好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堆原始数据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这个结构化的深度洞察。这个对比完美总结了整个转变的过程。在我们加工之前，长池公园就是一堆树气的集合，地点在哪，面积多大，有多少物种，多少志工。但经过我们的人设建立、听觉脚本设计以及3个深度分析技巧的加工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有观点、有意义的故事。它不再只是一块地，而是一个由社群力量所驱动，展示了都市永续发展新模式的活的图书馆。这就是内容转化的真正力量。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想把声音资料变黄金，你得掌握3件事。第一，建立专业人设。第二，为听觉写作用声音创造画面。第三，用深度分析、案例对比跟实物应用来创造无可取代的内容厚度。
这套方法就是从平凡到卓越的关键。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